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是专门为做联盟营销的朋友录制的邮件营销教程。今天会带大家创建一个高转换率的落地页，优化一下我们的工作流程，提升我们的一个销售额。与其花钱请人帮你做这些页面，还不如自己学一点这些实用的知识。从长远来看的话，学会邮件营销是非常的有用。即使是你自己想创业，学会邮件营销这个技能的话，也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那么重点来了，怎么样让进入你这个落地访客的话，很情愿的留下他的一个邮箱，愿意打开阅读你的邮件，最后再决定购买你的产品。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会手把手教大家。你只需要打开电脑，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就可以了。等你看完本期视频以后，你只需要为你的落地页导入流量，坐等成交就行了。想象一下，你可以直接把产品推荐给那些已经对你感兴趣的人，这样的转化率不就收得起来了吗？为什么邮件营销这么重要？虽然说社交媒体都很火，但不是每个人的话都会每天去看我们的 Twitter、Facebook、TikTok 或者说那些短视频平台。但是在国外的话，每个人都会有电子邮箱。如果说你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在油管上面积累了大量的粉丝，突然有一天平台把你的账号封掉，那你就前功尽弃了，你没有办法再联系到你的粉丝了。所以拥有自己的邮件列表真的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是做联盟营销，还是做电商，还是做外贸，邮件营销确实太重要了。先我来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邮件营销的一个流程。第一步，你需要有流量的来源，导入到你的这个引导页面。那流量从哪里来？那你可以有社交媒体的一个账号，你也可以有网站，或者说你通过 Google 付费广告把流量的话导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在这个页面上的话，你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赠品或者一些优惠信息来吸引他们留下他们的邮箱地址，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一个福利。做的这个落地页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个比特币培训，也就是加密货币培训的一个教程。这个培训的话，它会给访客的话免费提供一个关于加密行业的一个报告，人家提供邮箱给你，那你给别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一些内容，这就是一个交换。一旦他们在这里填了邮箱以后的话，那我们的后台的话就会收到，在我们的联系页面的话就会收到刚刚这个人留下的一个电子邮件。那有了他的电子邮件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设置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这个自动化的流程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等一下呢，我都会教大家怎么样做。当我们收到买家的一个邮件订阅以后的话，那我们会给他发送一封邮件。那一旦设置好整个流程以后的话，我们整个系统的话，它是全自动运行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每当有人加入你的邮件列表，然后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它就会自动发送邮件。如果你还没有注册邮件营销平台，那我强烈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GetResponse。一直都在用它，而且效果的话非常好，设置起来的话也非常方便。第一次来到这个网站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Sign Up 免费注册一个账号。前30天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30天以内，我们可以访问整个系统的所有功能。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这里我点击这个蓝色的黄色按钮。点击一下创建账号，然后这里填入我们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填入你的邮箱，点击创建我的一个账号，然后它会向你的邮件里面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你要进去确认一下，然后再从这个链接点进来，这里再填入一下你的一些信息。在这里有地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中国，全世界主流的国家它是支持的，然后这里接受一下，然后这里填入一下你的具体的一个地址。因为在国外发邮件的话，它是需要有地址的。创建后点下一步，这也需要填入你的手机号来收验证码，而填真实的手机号，因为我们要收验证码。然后这里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后台了，这上面叫选择计划，我们点击最下面右下角跳过就可以了。GetResponse 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这样一个工作台，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加号。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它就会自动加进来。如果说你不需要这些内容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叉，那你也可以同时的话一样，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移除，把它移除到我们的一个工具栏。它这里面的话可以加的小工具很多如果你做的久了的以后，你需要看到一些转换数据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按钮，把我们这个数据的话加载进来。那这样我们后台的话看起来就。那这样我们一进后台以后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数据。
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先来创建一下我们的一个联系表单。在联系表单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创建一个联系列表，点击一下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做的是关于加密货币的一个邮件营销，那你可能还做一些关于医疗的、关于美容的、关于一些软件的。那每一个的话，你都可以单独来创建一个邮件列表。那每一个邮件列表的话，对应不同的人群，也方便我们自己区分。我自己今天这个以加密货币为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创建按钮，我们的邮件列表名字创建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进来。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去推广我们这个页面，点进来的话，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联系人。那如果你已经有，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手动的话向里面来增加一个联系人也可以。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手动创建一个文件，把文件的话也传到，你可以手动的话一个一个输入进来也可以。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上传我们的一个 Excel 表格，把我们的联系人的话直接导入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其他邮件平台的话已经有联系人了，你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在这里的直接导进来就可以了。Magnet。在开始之前的话，我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邮件营销中有个东西叫做一个 lead magnet。什么叫做 lead magnet 的话，如果说你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叫做一个引导磁铁，但是我更喜欢用到的一个词的话，就是一个福利。人家进入你的这个页面以后的话，你必须要拿你的一些东西去交换电子邮件列表，让他很情愿的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给你一些福利。那这些福利可以包括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比如说电子书，给他一些模板，给他一些工具，或者说给他一些优惠码，或者说让他免费试用啊，或者说一段小的一个视频教程啊，或者说一些表格啊之类的一些东西。通过给潜在的客户的话提供有帮助、有价值的内容，来获取他们的个人联系信息。那我用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就是电子书，或者说一些可以下载的一些文件。因为我们做的是联盟营销的邮件营销。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打开一些平台，比如说国外比较主流的就是 Digital24。还有的话就是 ClickBank 的话，现在的话我们中国地区的话，可能注册起来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封号。还有一个就是 Impact 的话，这个联盟营销平台的话，主要做的就是一些虚拟产品它里面有很多虚拟产品我们可以推广。还有的话就是 CG 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老牌、比较大型的一个联盟营销平台。我们今天就用 Digital24 来为大家举例。首先的话，没有账号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去免费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以后的话，注册账号你点击右上角这里注册就可以了。如果你第一次进来显示的是德语，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转换成英语就可以了。我的账号已经注册好了，我直接点击这里登录进来给大家看一下。进入我们的联盟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市场，我们来点开看一下。在这个市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产品，我们把这个产品分类里面打开我建议大家推广产品更多的是推广这种虚拟产品，因为虚拟产品的话它的转换率更高，佣金的话也会更高。那我们点击第一个就是 Digital 数字产品，在数字产品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产品，134，这个的话就是显示里面有多少品牌在做推广。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这种数量比较高的一些类目的话进行一个推广，因为这个数量比较高，说明的话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市场空间比较大，而且有很多品牌都在推广那就会导致他们给的佣金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一些投资、关于健康健身，还有关于一个在线的一些生意电商这几类的话，它里面推广的一些产品非常多我们今天我随便点一个，我关于这里有个投资生意投资。选择生意投资的目的的话很简单，因为它给的佣金确实足够的高。那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推广一单的话，你可以挣$300，这个推广一单可以挣$400。这种低价的话，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用同样的时间精力，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些事情虽然说像这种贵的东西的话，可能推广起来的话难度比较高，但是一旦比如说这个产品，一旦我们能推广成交一单，我们能挣$800，你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差不多5、6千。那一年的话，如果你能推广成功10单出去那你也能挣几万。那不要说10单，你能搞个5单出去的话，
那你也能挣个2万块钱。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点开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点这个是它的销售页，第一个是它的销售页，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联盟支持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销售页。这个人的话，主要做的就是这种关于加密货币培训的这样一个教程。如果说你看不懂这个页面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 GPT， 我们叫 GPT 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它这个页面的话大概说了些什么内容。来到 GPT 以后，我把它上面的网址复制进来。那我给 GPT 的提示语是这样的，我说这个页面说的是什么，帮我总结一下。那我用的 GPT 版本的话是 GPT-4o， 也就是 GPT 目前最先进的一个模型。那它可以访问网页上的一些数据如果它翻译过来的话是英文，你可以叫它翻译成中文。现在有了 AI 工具，我们一定好好利用好这些工具。那它帮我们是翻译过来。这个页面推广由这个团队中的这个人提供的一些免费视频的报告，重点介绍高回报的一个另类资产。这个报告声称小额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回报，无需广泛的一个交易经验。他还强调了从28%到超过1400%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回报，作为教育推广资源。大概的话就是他推广的他的一个教程吧，就教大家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加密货币。他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教程，教大家去炒这种加密货币。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销售支持页，销售支持页我们可以往下面拉。上面的话说了一大堆如果说你不知道他说了啥，你也不懒得去看的话，直接交给 GPT。那叫 GPT 的话帮我们总结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的话已经叫他帮我总结了，它是有记忆功能你直接把链接发送给他他直接的就会帮我们总结一下。那这个页面的话，为这个产品的一个营销页面吸引合作伙伴推广他们的加密货币投资产品。页面强调通过发送邮件合作伙伴可以获得高达50%的一个佣金。还有说这个产品的转化率非常高，目标受众化主要在40岁以上的男性，政治倾向为保守自由意志主义并且希望通过投资赚钱。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产品。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产品的话，它帮我们总结出来就是佣金的话有40%，年龄的话大概的话是40岁以上的一个男人，还有想要进行一个投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容。这里的话有写的，它这里有男性40岁以上想要通过投资赚钱这样因为40岁以上的男人一般经济实力都比较稳定，而且的话应该也算是在整个社会里面也算得上一个中流砥柱他还帮我们邮件营销里面的内容的话都已经帮我们写好了。那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这个邮件，我们邮件怎么写，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一个完整的模板。那等一下我们做邮件营销的时候，直接就可以把里面的内容的话复制过去用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想用一模一样，你可以复制它来的 GPT， 叫 GPT 帮我们改写也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的话还有它的一些成功案例之类的。找到了这个产品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如果你想推广这个产品，很简单，你点击右边这个复制你的一个推广链接，你点击一下它上面，或者说你直接点击一下它这个标题，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它这个课程的话，总售价的话是$1900，因为它提成给的是50%，你每推广一单的话，差不多能挣$800。这里它的上架时间是在2020年的话，这个产品的话已经上架到 Digital 24了持续时间今年2024年已经持续4年，说明这个产品还是比较稳定。购物之后的转化率的话是8%，还是比较高。最后的话是一个退款率的话是33%退款率也比较高。因为这个产品可能比较贵，有些人看了不适合的话，他可能会申请退款。那我今天教大家的话，只是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方法更多的，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产品，那你可以返回到刚才这个页面，那你继续去寻找就可以了。里面还有太多的一个产品。好，进入我们的下一步。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产品来搭建我们的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页面。如果说你直接比如说复制这个链接，把这个链接的话你的一个消费者发送给你的访客，那访客一旦进入这个页面，那如果他没有产生购买，那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另外我们自己再建一个页面，当访客进入我们的那个页面以后的话，让他留下他的一个邮件列表，
让他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以便我们后面做2次的一个触达。因为像这种比较贵的产品，一般情况下别人第一次进来是不会下单的，我们需要反复不停的给他发送邮件，来给他促成他的一个成交。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做联盟营销，一定不要直接把这个推广链接给发出去，这样的成交几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而且效率也非常低，而且你还很累。我们一定要自己搭建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页面。我今天会教大家搭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落地页，那整个页面的话都属于我们自己控制，我们也可以收集到的一个电子邮件列表的话，也会在我们自己的系统里面。好，接下来我们回到Get Response 后台，搭建我们的第一个落地页。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工具，管理工具以后的话，左边这里有个落地页，就是这个，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来到这个落地页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创建一个落地页。因为我之前见过了，可能和你第一次进来可能有所不同，但是都是一样的。我们点击这个创建落地页。创建落地页以后呢，进来的话，它有两种搭建落地页的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手动，第二个的话，它可以用 AI 的话帮我们来搭建一个落地页。那今天我们选择这个手动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它。那这个落地页里面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落地页。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它上面有分类，你点不同的一个分类它下面的话就会出现对应行业的一个落地页。那点击这个所有，那会显示它的所有的一个落地页。每一个落地页的话，你的鼠标放到上面以后，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Preview 的话，你可以预览一下这个落地页大概长什么样。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概落地页。访客的话，这里的话就是叫访客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我希望呢，这个落地页的话，因为作为邮件营销，我们整个落地页的话，你不要设计的太复杂越简单越好。那这个落地页我觉得有点复杂，我点这个叉就换一个。它落地页很多，比如说这个黄色的，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 Preview 的话，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个落地页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洁上面的直接简洁明了，教大家给出你的主题提供一个价值。访客可以输入他的名字还有他的一个邮箱直接就可以在里面来关于它下面的话东西都有点多，都可以删掉我们再来找一找。那我今天就用这个吧，这个井号012的这个为大家演示。这个的话我找了半天，我觉得这个页面的话还是可以，比较简洁，但里面有很多，大家可以根据你的不同行业再去选择也可以。那我选择这个，点击这个使用这个模板。进入这个后台以后的话，我们来大概看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它你不管点击哪个地方，那右边的话会出现对应的一些编辑按钮可以点击这个叉把这个关掉也可以。我们可以点击来最右上角预览，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这个页面的话大概的话长什么样。把这里关掉以后的话，它会退出预览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手机端这个页面是怎么样展示的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手机端的话依然的话非常简洁漂亮在电脑端是什么样的，这里也会很明显我们现在的话来编辑一下这个页面，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希望的话这个页面的话做的太复杂，我希望把下面的话不多余的删掉。点击它以后，这里有个删除按钮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删掉。下面的话我也不需要点击一下它，来点击这里我把它删除掉，这些都不要，直接点击一个删除只留下我们这个比较简洁的一个页面。那我们来进一步编辑。我们第一步要改的就是这个背景，我在边上点一下它，就会在边上的空白的地方点一下。你要返回的话，就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撤销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点中一下背景，点中背景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更改一张图片。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用图片，也可以用视频，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我们用一张照片的话，因为我们做的是这种加密货币的一个教程的一个推广我希望这个背景的话跟加密货币有关。那你们的素材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来到比如说这个 Pixel 或者 Pixabay，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免费的一个图片，那我们可以来直接调用。因为我们做的是加密货币，我们首先复制这个，比如说比特币加密货币，来到这个网站，我们来搜索一下相关的关键词，来找一找相关的图片，它里面会提供非常非常多与这种加密货币的图片。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一下这个图片，下载一张图片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图片可以点击一下它，这里有个免费下载，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那现在还有一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AI 来帮我们生成图片也可以
那我回到我的 GPT，因为我用的是一个 GPT-4o，GPT-4o 的话，它现在的话它是可以直接生成图片的。那如果说你的 GPT-4o 生成不了图片，那可能还需要，因为它这个功能的话还在逐步的一个开放中。在之前的话，我已经订阅了 GPT-4，GPT-4 的话它是 GPT-4 的话，它是一个付费版，那 GPT-4 它是可以直接生成图片的。我在 GPT-4o 里面，同样的话也可以生成图片。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免费版，也就是 GPT 3.5，它是没有办法生成一个图片的。你想从 GPT 3.5升级到 GPT 4的话，那我之前做了一个教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教大家怎么样升级到 GPT 4。GPT 4的话，每个月的话差不多是$20，差不多就是14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中国的银行卡是支付不了的，在那个教程里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申请国外的一张银行卡来升级我们的一个 GPT-4o。然后我给他提示词是这样的，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生成一张营销图片，那比例的话为16:9。那现在的话 GPT-4o 的话，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那我们也可以回到比如说 Pixabay 里面来寻找一些图片，但是这里面的话图片可能用的人比较多，就会比较多，那你的差异化的话可能就不够足，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AI 的话直接生成。那这里的话，我选这张图片，来选择你要下载的尺寸，点击 download 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刚才 GPT， 这就是刚才 GPT 帮我生成的一张照片。那这个图片它的大概意思的帮我们写了，就是图片突出了高达50%的佣金，针对40岁以上保守和置业意40岁以上的一个男性，专注于加密货币投资以及高转化率特点，设置了一张可信、包含了推广元素的一个行动号召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图片。那如果说你对这张图片不满意，你可以叫它再生成几张就可以。我叫他再帮我生成5张，等一下我们再来从这5张里面来选一选。现在有了我们这个 AI 的加持，它GPT-4o 的话，它不仅可以帮我们生成图片，它还可以帮我们生成代码处理表格，那都没有问题。这里第2张照片它帮我们生成好了，第3张也生成好了，现在在帮我们生成第4张。刚才我们给它是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页的一个链接，它可能生成出来的是针对联盟营销的。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销售页面的链接复制给它，然后来到我们的 GPT， 那么叫它重新帮我生成一下。我把这个销售页面的链接复制给它，我给它提示是，请根据以上连接中的内容帮我生成相对应的一个图片，比例的话为16:9。那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那这个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张图片，我觉得这张的话还是可以。如果你满意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回到我们的落地页面，我们点击这个替换，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替换按钮，这里有个增加文件，把我们的文件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直接上传进来。那这里的话，它提示的话，因为我们刚才用 GPT 生成的格式是 WEBP 格式，它不支持，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格式的话转换一下。格式转换的网页的话，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叫做一个 Photopea。Photopea 的话，它就是类似于我们 PS 的一个工具，它是在线的，但是它用起来比较简单，也不需要你动太多。我们把我们刚才生成好进来，直接拖进来。我们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照片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文件，我们这里导出的话，我们导出为 GPG 就可以了，因为它刚才帮我们生成的一个图片是 WEP 那种格式不行，然后再点击一个保存。这次的话，我们格式的话就转换好了。再回到我们的营销落地页，再把我们刚才转换后的格式拖进来，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增加，那它就会把刚才这张图片它上传到我们的 Get Response 的后台。这里上传进来以后的话，在这里有个我的文件里面，那我们可以找得到它。大概的话就是第1张，点击一个使用。使用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背景的话，可能有点看不清，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这里有个透明度，把它透明度的话调低一点点，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大概看得清就可以了。在上面的话，文字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修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叉，我们先把它收回来。接下来我们需要填充我们里面的内容。那如果说这张图片你还不满意，那我们可以回到 GPT， 叫它
再生成3张。那因为 GPT 生成需要时间，那这个页面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那我们继续来到我们这个后台来操作。首先呢，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顶部内容，顶部上的一些文字信息。可以回到这个营销的一个落地页，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它里面用到的一些文案的话，直接复制过来。我复制一下它这一段，那回到我这边，那我把这个字的话选中以后的话，直接粘贴进来。那我在上面点一下，把我们的字的话粘贴到这里面。我再来 Ctrl+A，Ctrl+X，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把我上面的格式，因为刚才直接复制过来，它有格式。那我在上面的话粘贴一下，相当于把它格式给去掉。去掉以后，我再来粘贴进来。好，粘贴进来以后的话，我们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和字体，选中它，一定要先选中。点击用白色，字体太大了，我们可以小那么一点。这个字体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个，因为刚才这个字体的话看不清啊，这个字还是有点大，我们可以再小一点，改成一个68哦，这样差不多了。啊，这里的话是一个行高，那你点它不同的话，它行高的话就不一样，我们选择最后一个，第一个就可以了。啊，大概的话这个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下面这里还有一句话，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也改一下啊，回到它这个页面。你真的想要错过吗？大概就是这句话，我把它复制一下。同样，我在浏览器上面把我的这段字粘贴进来以后，再全选，再剪切一下 ，Ctrl+X， 把它的格式的话给去掉。回到这里，还是我先把它这个字给选中，选中以后把我刚才的字的话粘贴进来，粘贴进来是黑色，我也把它选中，这里我把它改成白色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上面的话这一段的话大概就设好。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往两边拖也没有问题，它就会把我们的字的话都往两边走一点的都没有问题。那你点击这个按钮左上角这里可以撤销一下刚才的一个动作。上面的话设置好了，我们来继续进行下一步。下一步的话，这些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来更改。比如说这个区域，那我想把它挪动一下，放在上面，这里有个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往上面拖，你也可以把它拖到这个位置来放它差不多就挪到我们上面位置来了。这里的话，我们来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标题，那再回到页面，叫它输入它在下面输入它的一个邮箱，去获取这个免费的报告。我来复制一下它，把格式的话给去一下，在我们的地址栏上面粘贴一下 ，Ctrl+A，Ctrl+X。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Ctrl+V 粘贴进来，这样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形式。下面的话叫我们的一个注册表单信息，这里面的信息的话，我们都可以来更改一下。这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字段，字段的话就是这个 len 就是它的名字如果必填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勾上，就需要填。那这个我觉得名字的话可以不用必填，那我把它去掉它上面没有带星号就不用必填。但是邮箱的话，我希望它一定要填一下。所以说这里我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开。第二个的话，当买家在里面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以后，那你可以点击一下，它会跳转到哪个页面，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跳转我选择第二个就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把我们这个网址链接的话粘贴进来。那回到我们这个 Digital24。找到我们刚才这个产品，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复制链接把我们这个链接的话复制一下，回到页面把这里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当访客留下他的一个用户名、邮箱，点击这个提交按钮以后，我们已经收集到他的一个邮件列表了。收集到它以后，我就会让它直接跳转到我们的这个销售页面，也就是我们这个产品页面来。我们做这个落地页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收集它的一个邮件列表。最终的话，我还是希望它跳转到这个页面来进行一个成交。第二个页面有设计好，我们第三个是设计。设计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里面的字的话，来调整一下它的文字的一个大小。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标签，标签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区域它展示的一个方式。我选择这个默认就可以了，点击这个按钮可以返回。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字段，我们字段的话，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我这里这个字段的话，就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大小，需要我觉得适中就可以了，这个也太小，我们选择中间就可以了。这个字号，这就是我们这个名字，还有我们邮箱，我们可以让它大一点，比如说改成一个24，让这个整个区域的话稍微看起来稍微大一点。
那我们再点击这个返回，我们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但是这个名字的话，这个字有点小，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标签，在标签里面这里有个字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让这个稍微显示大点，24号啊，差不多可以了。啊，点击这个 back 返回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按钮这个标签，点一下这个按钮，啊，希望这个按钮的话稍微把这个字的话颜色字的话改一下。来到这个页面，和它一样获取免费的一个视频报告。我复制一下它，回到我的页面，这是这个提交按钮上面的字，我要把它改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按钮的一个大概一个形状样式，我在这里可以设置，觉得中间这个挺好。那下面有个高级设置，我点一下这个高级设置。高级设置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字号它显示多大，比如说18号，它可以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上面的文字我可以改一下。改成获取免费的一个视频报告。那这里的话有一个更多的样式，我们可以点进来更换一下它的一个样式，因为刚才的话有点看不清，我们换成其他的一个颜色比较明显的一个按钮。我觉得这个绿色还可以点击一下它，啊，这个就会显示的更明显一些。但是这个字的话有点小，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把它稍微设置大一点。好，这个差不多了。啊，这是大概上面区。那接下来来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左边的话，我们也可以放上一个文字。啊，比如说这个文字的话，告诉大家这个视频里面主要讲什么内容。我们也可以复制一下它这段文字。复制它文字以后的话，我们不要直接粘贴，不然的话，等一下它会把它格式都复制过去。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刚才文字的话粘贴进来，我们再来复制一下这个，相当于是把它格式的话给去掉。去掉好以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这一段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选中。选中好以后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你可以看到有这种，还有这种数字形式的啊，我们都可以选一个。我看它用的是一个勾，那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123。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这个字体。字体的话，里面有很多，你随便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 Arial 这个字体的话可以，那我就用这个字体。上面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加粗一点，选中它以后点击这个加粗。你在这个视频里面你会学到以下的这些内容，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拖一下，往右边拖一点过都没有问题。啊，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那右边的话，我们也可以放上一张图片，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这里有个加号，点一下这个加号，那我们可以拖动一个图片到这个位置来啊，拖进来后放。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图片传进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点击右键把它这张图片的话保存一下，点击保存到电脑上面。图片保存到电脑上以后，回到这个边，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文件，把刚才的这张图片的话给传进来，点击一个增加，我们把它刚才这张图片传进来。传进来以后的话，在我的文件里面一定要点击这个地方，那你可以找得到它，点击使用。这样的话，它的人的话就会加进来了。我们由于有点大，我们可以拖动一下，把它稍微变小一点都可以。那还是有点大，我们拖动一下这个区域，把它挪一下，再把图片的话稍微变小一点。做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做好的一个页面，比较简单啊。整个页面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做的太复杂。最上面最吸引人的就是它去年的一个增长率达到了1466%，他有没有感兴趣？如果问他对这个报告感不感兴趣，如果他感兴趣，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点击这个获取，那我们在后台的话就可以收到他的一个电子邮件。那下面的话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你会学到什么内容啊，都会显示出来。他要看这个视频，就必须要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才可以。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手机端的效果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手机端的话也是可以。但这个图片背景图片你不想要，可以把它删掉。那点击这个按钮关闭我们的预览。啊，这里有朵花，你不想要的话，不直接把它删了就可以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简洁一点，不需要太多的一些没有用的一些信息。那左边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再让它再小那么一点。2S 我们可以改成一个4。字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继续，点击一下它。点击继续以后的话，这是我们这个落地页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所以说你可以自己取，然后跟它取成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落地页。我们针对的是哪一个列表？因为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做邮件营销，你可能会走一个不同行业，所以说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已经建了我们的一个分类，我们的分类就是加密货币啊，一定要做好分类。
分类管理的话更高效、更有效率一些。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这里启用一个2步验证的话，我们不需要开；启用一个额外的一个确认邮箱，我们不需要，不把它关掉，那把这个打开。这里增加联系人到一个自动回复，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那这个是时间自动回复的时间，0的话就是马上自动回复，1天的话就可能等1天，我们这里就默认就可以了。是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站标，那这里我们这也不需要。那这里的话就是 cookie 的一个声明，这个是要不要显示？这里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没关系。这里的可以启用分析了，可以分析，把这个打开就可以了。这里面的话全部可以默认就行了，点击一个右下角这个继续。继续好以后的话，我们落地页的一个名字的话，你 response 会给我们提供一个2级域名。那我们把流量引进来以后呢，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域名。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自己的域名。在最后的时候，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的话连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点击这个发布就可以了。这里你看，这里有个连接到你自己的域名也是没有问题的。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以后呢，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这个页面。点击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落地页的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新建好的一个落地页的一个网址。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页面。那访客进来以后呢，他可以在这里留下他的一个邮件电子名字，还有他的一个邮件。点击这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这个联盟营销推广页。我们来测试一下，我复制一下这个网址，我在一个无痕模式中打开一下。那我随便输入一封邮件，我们来测试一下。点击这个获取这个免费的视频报告。点了它以后，你看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刚才这个联盟营销推广的页面。那我们做的目的的话就已经达到了。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里有个联系人，我们来看一下。在联系人里面，你看这里已经有个1，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访客的一个邮箱了。那这个邮箱大家可以看，就是我刚才填入的一个邮箱说明的话，我们刚才这个落地页面的话已经设置成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些自动化的一个规则，让我们整个邮件营销系统化进行一个全自动的一个运行。因为刚才我们只是收集到它的邮箱，还没有给它设置一个自动发邮件的一个规则。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营销自动化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级，我们来试一下。点击这个工具，这里有个自动化，我们来点一下它。这里点击右边这个创建一个工作流程，就是我们这个营销自动化它的流程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里面的话有很多内置好的这种模板，那大概的话就类似这个样子第一步会怎么样，第2步会怎么样，第3步会怎么样。那左边你可以选，比如说你做的联盟营销，你可以选择这个产品促销，你可以选这个。如果你是卖课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等等欢迎的话，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我们选择所有我今天带大家从0开始来创建我们这个营销自动化的一个页面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只要跟着我操作一遍就可以了点击这里有个开始，现在开始。那我们从0开始来制作一下这个页面。来到这个页面的话，就是在开始之前，他问你一些基本的，直接点击这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直接点击右边这个按钮，点一下它，再点一下这个按钮，倒3角。这里面的话，大概的一些工作流程。那我们选择第一个，从订阅开始，点击一下它。这上面的话，你可以来对你这个流程的话设置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你自己能看到。我叫加密货币自动化，选择第一个。第一个的就是当有访客提交他的一个邮箱到我们的订阅，到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以后的话，他在这里提交他邮箱以后，这是我们的第一步。那如果你英文不好，我强烈建议大家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叫做沉浸式翻译的一个插件。有了这个插件以后，你点击一下它翻译，它就可以自动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信息，你看翻译成一个中文那你看起来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吃力。那第一个的话，我们需要点击一下它，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邮件订阅以后的话，它会保存到我们哪一个分类里面。我们不希望我们所有的分类的话全部跑到一个里面了，所以说我们要点一下它，把它分类。这里的话选择一个具体的，点击这里选择我们这个加密货币，就是只要通过我们这个营销自动化进来的话，全部的一个邮件列表的话都会自动归类到我们这个加密货币里面来。那第一步设置好了，那我们点击这里增加元素的话，我们这里跟它大家拖入第一个就是一个发送消息我们拖进来。当他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以后，我们就跟他发送一个消息。那这个消息的内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内容。邮件的内容的话，那
我们第一次进来如果没有，那你可以点击这个创建新的消息，我们来点击一下，你给访客发送的第一封邮件的一个内容。那邮件内容的话，刚才的话我说了的话，这个联盟支持页面拉到最下面的话，它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直接点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获取它里面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上面有邮件的一个标题，有邮件的内容都有，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那第一个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封邮件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只是我们自己看到的一个名字啊，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话你可以随便写。我的比如说叫加密货币邮件列表，这里的话选择从哪个邮箱发出，那自动回复到哪个邮箱啊。当我们设置好以后的话，这个邮箱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演示，我还没有改这个邮箱。当你们真的要发送邮件的时候，这个邮箱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换成你自己的一个域名的一个邮箱，不要用这个 Gmail 邮箱。因为域名的邮箱的话，它被判断成垃圾邮箱的概率的话会更低啊。如果你用 Gmail 邮箱给它发的话，大概你的邮箱的话会被归类到一个垃圾邮箱里面。在视频的最后，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这里的话，现在我们先不用管它。第一个的话，我们来这里的话，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标题。标题的话，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页面，把它用到这个标题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它标题都帮我们写好了啊。标题复制好过来，我们直接粘贴进来就行了。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内容，点击这个设计内容，它里面的话有很多这种模板，里面有图片的话，第一个它的加的速度会更慢，第二个的话大概率的话也会被判定为一个垃圾邮箱、垃圾邮件。那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先刚开始的不要我们的一个邮件刚开始的我们的一个邮件内容不要包含任何的一个图片，我们选择这里一个空白的一个模板，那我们点击这个空白，那就是从空白开始创建。整个邮件内容一定要简洁，只要文字，不要任何图片。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logo， 你的品牌的一个 logo， 如果你有，你可以加进来，点击一下它以后，如果你不想显示 logo， 你把这个 logo 关掉就可以了。你想显示你就显示。比如说我加一个 logo 进来，增加一个图片。我点击这个右上角增加一个图片，把我们的 logo 传进来。比如说我刚才我的 logo 传进来以后，我点击它，这就是我的一个 logo。如果太大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减，把它稍微变小那么一点点。这个 logo 的话，你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那都没有关系。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邮件的内容。邮件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布局，拖入一段我们的邮件进来。这里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内容。内容的话，刚才我说了，人家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过来就可以了。Ctrl 加 C 复制一下，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然后粘贴进来。接下来我们要改的一些内容的话，就是它中间这里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点击这个链接，这个链接的话，我们需要更改成我们自己的一个链接。那回到我们的 Digital24，然后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复制链接以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页面，把这个链接上面的话，这里有个移除链接，我先把它移除掉。的话，还点击这个增加链接，把我们的自己链接的话加进来，粘贴进来，要点击一个插入，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链接的话就加进来了。我们再往下面拉，如果里面还有其他链接的话，大家记得一定要更换一下。这里还有一个链接页面，可以直接把它选中，选中以后的话，这上面加一个链接，让它直接进行一个跳转。这上面大概就是一个内容。在最底部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返回，这里有个布局，我们这下面的话可以拖入一个按钮，比如说拖到它最下面来。上面这个按钮的链接的话，我们可以加个点击一下它，还是把我们 Digital24这个链接的话，推广链接复制一下，返回回来了，把这个链接粘贴到这里来。它点了这个链接以后，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跳转。这个按钮上的文本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改成它这个获取这个免费的一个视频报告，点击一下更改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按钮的一个形状这里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整个页面的话，大概整个邮件内容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简单一点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全部设好以后，点击这个下一步，或者这里你可以点击一个测试预览，下一步。下一步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刚才这个邮件内容大概就是走到位置已经设好了。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完成。那我们这个邮件我们要发送的一个邮件内容工作流程的话已经设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步，点击这个增加元素。当我们给它
他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以后，马上系统给他发送一封邮件。发送邮件以后的话，我们这里需要等待一下时间啊。我们把这个 wait 等待加进拖进来。等待多久的话，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等待2天，等待2天，等它干嘛呢？看它有没有打开。点击这个增加元素，我们选择这个消息是否打开，直接拖进来。消息打开的话，它这里面呢分为2种形式啊。这些线的话，我忘记跟大家说，一定要把它连起来。你点击这个点，直接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那等待3天，我们可以把它这也连起来。等待3天以后，我们看它有没有打开，分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打勾，就是打开了；打叉就是没有打开。如果说它没有打开，我们系统判断。那如果说这边没有打开，那我们再等待一个3天，我们再可以拖动一个等待进来。我们分一下，把它这个叉号这个连接起来，设置一下等待的天数。比如说我们再等待3天，等待3天以后的话，我们再给它发送一封。这里选择一封邮件，选择这个发送消息。那再等3天以后的话，我们又可以再给它发送一封邮件。这封邮件的话，这次的话你可以换一封，当然的话你可以用上一封也可以。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换一封邮箱，因为之前的话，它这个模板里面的话给了我们很多模板的一个样式，那你可以测试一下不同的一个邮件营销，可以测试一下不同的一个标题，有时候可能标题不一样的话，它可能打开的概率的话不一样。那我复制一下这个标题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的话帮我们改写一下。我说我给 GPT 提示是：你现在是一名邮件营销专家请根据以下标题帮我改写成一个新的标题，要求的是提高点击率。那我这次的话叫他帮我新改了一个标题。那标题的话，你可以说再来10个。那我们可以测试不同的标题，那因为有时候不同的标题的话，它可能带来一个不同的一个点击率，那会有所不同。GPT 的话，它会帮我们写非常的标题。那每一次你发送一封邮件过去，它标题你就可以用不一样。那这里的话，我们又可以创建，比如说创建一个新的邮件内容，但方法都是一样，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上面的话我还是选择一个我之前的吧。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再换一个标题，换一个邮件内容再给它发。这里等了3天以后的话，我们这里还是可以增加元素。接下来的话，我们同时的话也可以再来继续判断一下它。那我们把这个 Message Open 的打开。那如果说它我们先把它连起来。如果说它打开了，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地方。刚才的话，如果第一个判断它已经打开了，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再给几天，再给它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再来给它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因为像这种比较贵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一封邮件它是不会成交的，你可能要给它发很多封邮件才会有成交。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边连起来。同时的话，我们再给它发送一封邮件内容。这个邮件内容的话，那你可以换一种内容，和刚才我们一样。那这里的话，我就不再重复创建了。比如说，我选择另外一封邮件这下面这个勾的话，我可以把它和我们这里的话连起来，因为它刚才我们又等了几天，那重复给它发，让它再回到我们刚才左边已经打开的状态，那给它进行一个工作打开状态的一个工作流程，我们继续进行下去。那这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持续这样的给它发布。这里我们再来一个等待时间，那看它有没有打开。这次的话，我们可以等待久一点。我们可以重复这样步骤，一直给它自动发邮件。但是的话，我建议的话，前期不要发的太猛了。我这里的话，等待时间可以设久一点，比如说999。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还没有想好你下一步要怎么做，你这里先设置一个999，让这个系统的话到这一步的话就先暂停掉。右边的话，这里的话，因为我们给它发送了2次，它依然没打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把它移除掉，删除联系方式，把拖一个删除联系方式过来，把它拿过来，就把这个人的话从我们这个邮件列表里面移出去，我们就不再给他发送邮件了。大概的话，整个工作流程的话就设置完了。大家可以工作流程可变化，可以设计的东西非常多大家可以好好去利用一下。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发布就可以了。那设好又点击右上角保存发布。如果它提示这个，就说明你有一些工作流程的话没有做完。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说明这个工作流程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可以从哪里删除联系，我们要选择一下。那他问你从哪里删呢？我们可以从列表里面删哪个列表？刚才那个加密货币这个列表里面，把它从我们这个加密货币列表里面移除就行了。那第二层继续点击一个保存发布。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工作流程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
那如果你第一次看没看懂，我建议你多看几次，自己多实操几次啊，也不是很复杂。那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是的话，邮件的全自动的发送。那如果说你想手动发送，比如说你像现在的话比如说明天是有什么活动，你想今天给他们发送一封邮件，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发送。我们点击这个邮件营销，就是顶部这个，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创建一封，马上发，就是自己想马上发也可以。那这里的话创建一个，那点击这里一个创建，这里的话选择用 AI 创还是自己创，我选择用自己创建。自己创建以后，上面的话方法都是一样。那上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活动，这个名字的话只有你自己能看得到，啊，别人是看不到的。同样的话，下面的话设置一下你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内容。这种方法的话和刚才的话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话你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一个信息，我可以把我刚才的话我的这个里面，因为我刚才已经有了，这里存在的一个消息里面有，那我会直接选择一下我刚才已经创建好的一个活动，点击这个下一步。下步以后的话，那哪些人，那你想发送给哪些人？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增加一下联系人。这里面的话是你的一些联系人的一些列表，你想发送给哪些，你就把它勾上就可以了。点击这个增加。那这里的话可以点击一个马上发送，或者说你定时发送可以。我点击一下这个，比如说马上发送。那比如说我点击这个马上发送，那点击这个发送消息。那这个时候的话，系统的话就会发送。他说大概发送时间会在52秒之后发出。那如果你想暂停，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暂停。那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消息的话大概长什么样。你要发送这封邮件的话，大概长什么样？那大概20多秒以后的话，它会自动发出。那你想看一下你这个活动怎么样啊？有哪些邮件有打开啊？打开怎么样？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查看消息的一个打开的一个情况。点了它以后的话，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啊，它会是一个地图的一个形式啊，这里打开率是多少，点击率是多少，真的发送了多少%多少，这上面的话都会进行一个显示，它是以这种地图的形式进行一个显示，那看起来的话感觉还是非常的高级。那发漏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来到这个页面来观察一下你这个邮件的效果怎么样。当然的话，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的话，也可以来查看我们一些发送的一些报告。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地址的话换成你自己的一个网址，再把邮箱的话换成你自己的一个邮箱，不要用 Gmail 邮箱，用你自己的邮箱。我教大家操作一下，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这里有个管理账户。管理账户的话，这里有个落地页的一个域名。地方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地方有个去到这个域名的管理后台，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它后，它会来到我们这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域名，我们点击一下增加域名。这里的话填入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邮箱。那我把我自己的一个域名的话填进来。填进来以后的话，我点击这里一个增加。增加以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域名的一个 DNS 给改过来，改成它这个 DNS。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这个 DNS 来到我们的一个域名的一个管理后台。那如果你还没有域名的话，你可以先去购买一个域名。那我的域名的话是在 Hostinger 买的。Hostinger 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主机域名提供商，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注册。那如果第一次进来你的英文不好，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把它改成一个中文。那你可以在里面来注册一个域名。那右上角这里有个域名，你可以点进来的，你可以在这里面来搜索购买一个域名。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想买的一个域名。好，然后点击前面你的域名你想买，然后点击一个搜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域名的话也不贵，有这个域名的话，第一年的话只要35块钱，非常便宜。点击这个增加到购物车。增加购物车以后呢，你可以选择你购买多久，比如说买1年，那都可以。你买2年的话，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因为刚才的话显示的它是第一年的话只要30多，实际上的话它每一年的价格的话。大概的话是在79，你如果只买1年的话，它的价格是80块钱1个月。那买2年的话就稍微便宜一些。选好你购买的一个时间以后的话，这里的话你可以填入你的邮箱，或者你直接用 Gmail 邮箱登录就可以了。那付款方式的话，你可以用支付宝付款，用银联卡付款、信用卡付款、PayPal 付款都可以。右边的话填入你的信息。这里的话你可以先不填，可选的可以先不填。下面点击一个付款就可以了。那用支付宝。用我们的银行卡都可以付款。那你的域名买好以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入，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后台。进入后台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域名，我们点击一下它。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DNS 的话稍微改一下，选择我们域名后面这个管理，点一下这个管理。管理的话，左边这里有个 DNS， 我们点一下这个 DNS。DNS 的话，我们这里需要修改它这个域名服务器，我们点击这个修改这个域名服务器，这里点这个修改这个域名服务器，点一下它，回到我们这个 GetResponse， 把我们这个域名服务器的话复制一下，然后粘贴进来。它一共有2个。我们把2个的话都给复制过来，直接粘贴过来。粘贴过来以后，点击这个保存。它现在说域名服务器已经更改，大概生效时间的话需要24小时。生效的话一般要不了24小时，一般1个小时或者说20-30分钟它就可以生效了。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关闭。现在的话我这个域名你看打开的话是这样一个显示的一个页面，因为我的域名的话还没有指向到我的一个GetResponse， 等它指向过来以后的话，如果等一下解析成功以后的话，我们这个页面它点击过来的话，就会直接我这个网址打开以后，它直接就显示的是我们这个落地页面。等一下我们来看，因为它这里生效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这里的话它显示正在一个 pending 审核当中。一旦通过以后的话，它这里会显示这个绿色，显示集合，说明的话我们这个网站的话就已经连接成功。那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邮件营销，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连接到你自己的一个邮箱。发送邮箱的一个电子邮件的话，不要用 Gmail 邮箱，用我们自己的一个邮箱，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域名的一个邮箱，这样看起来的话更专业，而且的话它也被加入一个垃圾邮箱的一个可能性也会更低一些。点击这里，比如说我教大家怎么弄，点击这里一个创建，选择第一个我自己。那这里我们需要更改一下，你看现在显示的发送邮箱是一个 Gmail 邮箱，那我们这里可以来用我们自己的邮箱。那这里点击一个增加一个域名，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增加我们的一个邮箱，填入我们的一个邮箱地址。邮箱地址的话，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一个 hosting， 也就是我们注册我们域名的一个，我们注册域名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里有个邮箱，点击这个设置按钮，选择我们的域名，我们的邮箱以什么域名结尾？我选择我刚才这个域名，点击一个确认。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0元这个套餐。每个账户有1GB 的存储空间，还有一些功能，我们用自己用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如果你邮件发的比较多的话，你可以选择后面的这些付费的一些功能。第一次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先进来感受一下，先进来学习一下。那我们的电子邮箱名称呢，我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叫加密货币，后面就是符号。温迪有风.com 就是我们这个域名的话，我们这个邮箱的话，大概形式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设置一下我们的密码，点击一个创建。你想在哪里使用你的一个电子邮件账户？那这里可以选，你可以用 Gmail 邮箱或者用你的浏览器都可以。我们可以先用浏览器给大家感受一下。这里我们的邮箱你可以看到已经创建好了，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邮箱。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 GetResponse 邮箱的话，名字的话填进来，这就是把邮箱填进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比较专业的邮箱。点击一个增加，我们需要去我们的一个邮箱里面确认一下，它会向我们刚才的一个邮箱里面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进入我的一个网络邮件，点进去看一下我的一个邮件。这里的话可以登录一下，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刚才的话，这里的话，请确认你的一个电子邮件。我们点开它一下它，这就是刚才 GetResponse 的话帮我们发送过来一封邮件。我们这里点击一下确认，确认好以后的话，我们的刚才这个自己设的专业邮箱就会被加到我们这个 GetResponse 里面来。好，这里的我们下次的话，我们这里点击完成就可以。如果下次你想进入你的邮箱，也非常方便，点击这个邮箱，这里有个邮箱管理。邮箱管理的话，这里直接可以看到你的邮箱，你直接点击这个网络邮件，那就可以进入你的一个收件箱里面来收电子邮件了。然后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邮箱的话，它已经加载进来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它这里显示没有。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刚才连接过来的域名直接连接到我们刚才设计好的一个落地页上面来。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工具，然后找到我们这里有个落地页。因为我们现在域名的话已经连接过来了，这里显示的404没有找到页面，需要来连接一下我们的一个域名。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还制作好的落地页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域名来，它就可以打开了。那这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好的加密货币这个落地页。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3个点，这里有个域名，我们点一下这个域名。点了这个域名以后的话，这里有个连接到域名，我们这里点击这个连接到域名。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我们这里点击一个选择域名，选择我们刚才这个域名选好，这里点击一个保存，保存好以后，它这里显示这里正在审核，可能需要24小时生效。这里的话，这里生效时间的话，其实等不了这么久，可能几分钟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来刷新来看一下，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这个邮箱的话改成我们自己刚才这个专业的一个邮箱。因为刚才的话，邮箱的话我们已经创建好了，我们来复制一下它。域名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这个页面以后，我们这里可以选，你看现在的话就可以选我们自己的这个邮箱。刚才自己的这个邮箱的话，在这里面就可以选择了。下次的话，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的时候，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邮箱进行一个发送。希望本期有风的分享能给你带来有所启发。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本期用到了很多工具，那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最好打开这些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那你看一遍，你光看你不操作的话，你会看起来非常的吃力。建议大家边看我的视频，一边操作，操作完一遍以后的话，你大概的话整个流程的话你就会清楚了。